姓名、年龄、家庭住址。陆阳，18，没有家。老实交代，为什么打架？警官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架。我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冲上来7、8个人打我、撞我、踢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拿脸打你的手，用肚子撞你的膝盖，用眼珠子戳你的手指？具体细节记不清了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只想着跑。足足10个小时，你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，陆阳，你是把我们当傻子糊弄吗？离考试开始还有3个小时，学生间打架真不算大事，只要你老老实实把事情说出来，配合做个笔录，签个字，我们立刻就送你去考场。这场考试的重要性你心里清楚，你也不想前途尽毁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吧？这是一个被身份主宰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，身份代表一切。每个人在18岁那年的6月1日都可参加一场名为命途的试炼。世界意志会按照每个试炼者的表现给予身份，从最低贱的民到掌握一丝力量的族，再到吏、师、官、将、爵以及至高无上的王。某些特殊身份还会带来名为命虚星柱的超凡力量，让你一夜之间从人变为神。这场考试是普通人唯一一次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，是做一介平民碌碌无为，还是手握超凡伟力建功立业，都在这场考试之中。倘若错过，那我这辈子就彻底完完，更别提为父母报仇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如果我真签字认罪，立刻就会有人把我送进监狱，还参加个屁的考试！考试前一天打架，打谁不好？打的还是审判庭官员的孩子，这谁救得了你啊？你真想一辈子做个低等平民吗？18岁及以下青年，证据链未闭环，最长羁押时间是12个小时。你以为考满12个小时就能赶在考试前被释放？别天真了，就算必须准时放人，但在程序上多花点时间也很正常。我们出去，让外面的人闭嘴。这小子就让他在这儿继续冷静冷静。12个小时到了，给我证据，或者把人还给我，选一个。催什么催？有些流程没做完，所以还要一段时间。那希望你快一点。我约的记者已经到门口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行了，程老师，把人带去考场吧。准时放人，我也承担了很大压力，让门口那几个记者撤了吧。所长，就这么放他走合适吗？审判庭的几位会不会有意见？陆牙打的人什么身份，你们还不清楚？接下来有他好受的。你打的那几个，全是今天要参加命途考试的第27区审判庭的子弟，对吧？笨！当年的事儿我也觉得证据不足，但报仇是你这样报的吗？应该积蓄力量，一击毙命才是。你要在命途考试中获得足够高的身份，身居高位，再卷土重来。我被分在9考场，运气那么好，那是上等考区，难度大，获得好身份的几率也高。第27审判庭职工对应的考场也是第9区。考场里没有监控，没有法律，他们把我安排在那儿，8成是想借考试规则把我彻底解决掉。所以你是想在开团前先压一波对方血线，你摸清了他们的行动路线，打完他们直接报案，在审讯室里折腾一整晚，让他们父母没法对你动手。然后利用金所长的胆小怕事和将要升职的契机，加上我的影响力，保证自己之后还能顺利参加考试。别光恩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有的，老师，有的。
你是觉得审判庭还会在路上对你下手？不可能了！今天的考生是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，光天化日下他们不敢。这倒是不担心，我是说前面有交通管理员。放心吧，市局那我让你师兄师姐打好招呼了，至少今天不会再有管理员为难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没戴头盔。路亚，你的仇人是审判庭庭长傅焕，他身份是师，生命品阶已经达到5品，也就是说，想与其抗衡，你至少要获取到师以上的身份。师，5品，生物品阶由1到高是1到9，9品之后则是超凡、星象、狱主、天元，一共是13个境界。所觉醒的身份越高，能突破到的生命体品阶上限越高。一般达到2品就能免疫子弹，4品之后连重炮导弹的都无法伤害。傅焕那个老东西现在是5品，想复仇成功确实很困难。而且下礼拜一，傅焕还会升职为市政厅秘书长。市政厅秘书长是整座城市的核心圈层，这样的官职直接拔升，意味着傅焕背后恐怕还有一座大山啊！所以，就算你成为师，也没法扳倒他。而我们玄石城历年考生合计1.5亿人，10级以上只出现过14个。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只要能成为族以上，我就能安排你去边疆，那边傅焕的手还伸不过去，你大可在那边安心发育，待时机成熟再回来复仇。我知道了，老程，回我市区吧，同学们都在那等着你呢。我就不走了。在这里等着你出来，考场里千万小心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良辰已至，天门洞开，与天夺运，与命争锋就在此刻，请诸位登天门。这个家伙就是50区的人，50区的人怎么在这儿？真晦气！我们第9区的考生可都是精英，这种低的人来这儿，不会把我们的考试难度拉低吧？考试难度低，获得高级身份的概率也低。哎，要不是考场不能动手，我现在就把他撂倒，免得拖我们后腿。这傻子昨天的偷袭不错，下手挺狠。可我们爸妈能找来最好的专家，1晚上就能恢复，他呢？笑死我了！他可能觉得凭他那点小聪明，有机会翻身。依我看啊，现在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掉头回家，别跟他爸妈一样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别被他们影响心态。9区的学生虽然师资、训练、武技都比你要好，但你小子够阴，也不是完全没机会。老程，所有把命当作命的家伙都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他们好像怕我拉低了难度，我怎么能忍心影响他们的前途呢？是否将当前命途试炼难度提升至恐惧？签约费用10年生命，通过考试100%获得师级或以上身份，未通过考试则抹除10年生命。当前评估通过率为10%。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连赌都不敢赌把大的。将当前命途试炼难度提升至梦魇，签约费用25年生命，通过考试将……婆婆妈妈的，横竖都是烂命一条。来吧，你梭哈全部筹码，我把烂命押上赌桌，我们去见证操蛋的世界！一连血！看那里，1颗星，简易难度。这才进去几个人就触发简易难度了，才进去了1/4。要知道去年可是进去了2/3，才开始出现难度的。现在后台系统显示，第9考区在约9.7万考生进入考场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触发了简易难度。看来我们今年的教育质量有巨大提升啊！等等，第2颗星，我看见了第2颗。这么快？
连蹦3颗星，这可不是所谓的考生总体天赋高，而是人群中混着一个妖孽啊！不行，得赶紧通知其他人，等考试结束，尽可能把那个妖孽拉进我的阵营。困难，难度提升到困难了，还有1半以上的考生没有进入。再这样下去，9考区要逆袭进前10了。就这个速度，能排进前3也说不定。我操，第4颗星亮了！恐惧，30年内第2次触发恐惧难度，9区莘莘学子18年的奋斗，终于在此刻绩象化了。不对，难度上升会不会太快了？厅长之前说了，只要孩子们能在试炼中解决路牙，我们就都能晋升职称。可现在难度上升，别说解决路牙了，咱孩子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成问题。30年前那次恐惧难度死亡率是3%，别生了，千万别再生了。五行旗帜，梦魇缠绕。这个难度很有可能出现关机的机遇，如果把握好的话，我很有机会成为未来大能力者的引路人。血赚啊！血月线，灾厄林，考场第6难度灾厄，9考区这是怎么了？9考区难度发生异常变动，我们带来了几位天之骄子，让他们协助提升通过率，保障考生们的安全。抢机缘就抢机缘，还把话说得这么好听。这些都是贵族家的子弟，他们眼中都只有自己，不仅不会保护考生，反而还会将其他考生当成垫脚石。天门差不多要关了，难度定格在灾厄，只要能活到最后，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命须。希望路亚。双月同天，周末难度，这个难度，路亚他真的能活着出来吗？双月同天周末降临，整个大陆多久没有出现过了？近50年来，整片大陆9大种族只出现过6次。周末难度可是有小概率能获得王级身份，虽然目前9大王位已满，但就算没有王位，也能出爵和将啊！别高兴得太早，周末难度的平均死亡率可是高达17%。玄石城只是个边陲小城，这里的考生们能应对得了这个难度吗？什么情况？难度又升级了？可周末之后应该是白虹贯天的神种难度才对啊！天门塌了是什么鬼？这帮考生里究竟藏了个什么样的怪物？先别说了，快上报，出大事了，快呀！咋回事？教科书上不是说进考场后10秒内就能听到考试提示音吗？这种等待的感觉好可怕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听不到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请注意，试炼难度已提升至恐惧，签约费用10年生命；提升至神种，签约费用50年生命。当前试炼难度归0，已达到命途试炼难度上限，签约费用全部是0生命，共计65。原来我这个吃地沟油、验发霉窝头的人，居然还能活65年吗？这代表在既定命运里，你的生命极限是83岁。命运定义你是一个凡人，连力都不是。命能改吗？能改的还叫命吗？但是你能改变现实。收命办事啊，兄弟！现在你的命运归0，一切你自己定吧。
我的眼睛中藏了个神秘的存在，这一切要从我被强灯照瞎眼睛，老程带我在做了场廉价手术开始。我拥有了双本不属于我的眼睛，而它是眼睛的灵魂。你有自己的思维，还能用血字与我对话。说吧，你躲在我眼睛里，想要干什么？我在等一具身体。治疗和高温射线只是我的基础能力，我的真实力量是影响现实。和我对赌吧，我提前预知你好处，你拿命和我赌。你赢了好处就拿走寿命，还能返还；输了则寿命归我，如何？想提升颜值赌自己出道成团吗？只需要1年寿命。想提升情商赌追到校花吗？这个优惠只需要1个月寿命。想要……你他妈性冷淡吗？到底要什么？我爸妈案件的真相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姐姐还活着吗？不知道。哼，这也不知那也不知，要你何用？你这家伙，从始至终就是想赌光我的生命，然后将我的身体占为己有吧？你也没让我如愿不是吗？10年，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一次机会都不给我，只顾学习锻炼，然后无聊的时候逗逗我。你是把我当免费陪聊了吗？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终于想到让我来帮你了。梭哈，有意思，那就陪你玩一次吧。那个，为什么我在教科书上没见过归零这个难度？你转移话题的手段真生硬。算了，懒得说你。归零是命途考试的终极难度，该难度自从有命途试炼以来从未出现过。我的命这么值钱啊！恭喜你，有了一个机会，让迟到的正义赴约。当正义选择迟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是邪恶的帮凶，或者就是邪恶本身，不是吗？欢迎您来到命途试炼场，已剥离你携带的所有随身物品，并向你发放所有试炼工具。注意事项与试炼命题已发放至通讯器，请注意查看。祝您试炼愉快。凭啥是死了吗？我大荒团不行吗？你关注点怎么奇奇怪怪的？重点是这个吗？指定地点取得菜品拍照上传，自动分配外送地点，确保住户享用并给予5星好评。什么鬼？送外卖？我藏拙10年，日夜苦练，还压上所有寿命，提升难度。进考场前还跟老师装了个逼，结果你告诉我考试内容是送外卖，你确定这次考试难度没出问题？下一页，每发现并将考场内的一个异常上交至红松路404号居灵所，得50分，上限300分。准考证号的数字代表考生排名，考场一共就115746人，所以我就是倒数第一。算了，这不重要，就算我是下狗中的下狗，那也是条疯狗。送外卖要经历接单、出餐、取餐、送达4个步骤。虽然试炼默认完成了接单，但除非距离极近，否则根本不可能10分钟内送达。每10分钟要自动淘汰1半的考生。第1条我暂时无法做到，而第3条中的异常是什么，我也压根就不知道。我要是不想被淘汰，那么得分方式就只能是淘汰其他考生。只有2种方法：撕碎准考证，或者杀了他。试炼场中机遇无限，生死助于微末，愿诸位好运。我操！送外卖！我学了15年天文地理，军阵指挥，搏杀射击，最后考试让我送外卖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去拿外卖。这电瓶车怎么开来着？你会开电瓶车吗？我也不会啊。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外卖 app 怎么用？而且怎么没提示难度啊？只说机遇无限。以前考试好像没有这种提示。肯定是难度太低了，都怪那群下等区的混蛋。我之前还听说有从50区上来的，好像叫什么路牙，别让我碰到了，不然干死他。就是，我就搞不懂了，市政厅是吃饱了撑得慌吗？
把那群人提上来干什么？就不能让他们好好认命，去当矿工上流水线吗？玩我呢吧？这车没电。距离取餐点15公里，靠腿跑全速也要1个小时，更别说送餐了。所以我现在急需一辆车。哼，那不是50区的瞎子吗？没想到吧，刚开考就遇上了。昨天你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呢，还笑得出来吗？各位，我俩是审判庭的子弟，这瞎子是50区的，我们处理点私事，请各位给个薄面，别插手。原来他就是那个50区的老鼠啊！黄川和于浩然的实力在咱第9场，可是能排得上号的，哎，这家死定了！活该！谁让他拉低我们考试难度的？这下有好戏看喽！昨晚是我们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才被你偷袭得手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和我们斗！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，开局就遇到了这2个王八蛋。哎，那我这车不就来了吗？打不过，我还跑不过吗？看到没，我这辆可是电动车，就你们那破，拿什么跟我比？电动车是下等人才开的东西，我今天也才第一次见。这什么跟什么？难道他的车真比我的快？管他什么车，既然他的车更好，那就抢他的车。于浩然已经在绕后了，我得赶紧配合他。听不懂？考场就这么大，有本事你跑啊！我看你能飞哪儿去！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就给老子去死！好机会！谢了，哥们儿，拜拜了你。这瞎子不也全身受伤了吗？怎么动作还能这么快？妈的，他骗人！他的车没电，追！我的车！我靠！原来有人的车竟然是坏的！大家快跑啊！小心别被他们抢车了！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我说，这小子是不是故意站这么高的，就是想让我们看见，然后……我操，中计了！他就是故意的，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车没电，故意引我们出来，好趁机抢车。情报上不是说他实力低下，为人憨笨、愚钝、反应慢、不懂变通吗？这他妈的怎么全是翻译值啊！完了，本想螳螂捕蝉，没想到却被蝉玩了。不好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还要考试呢！妈的，等我出去，我一定找人弄死他！该死！昨晚那王八蛋留的伤势复发了，我腿好痛啊，根本跑不动！完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老子的人生被他毁了！浩然，把手放在我肩上，我扶着你跑。谢了，黄川。果然，关键时刻只有老同学才会无力不弃。黄川，你干什么？淘汰时间马上到了，你给我10分，我还有机会撑过第1轮。我腿上的伤比你轻，我比你更有希望。准考证呢？你的准考证呢？操！你想淘汰我？老子杀了你！给脸不要脸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没有准考证，不可能啊！每个考生开局都会自动有一张准考证，遇到危险撕碎就能离开考场。怎么会找不到呢？哦对，手机可能就是准考证。你的手机呢？你把手机藏哪儿了？那你自己的手机呢？哦对，我手机呢？
别找了，这儿呢。好一出狗咬狗的大戏啊！不愧是第9区的精英，打得可真精彩。陆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陆阳，你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！你把手机放下，要什么都可以谈。你想知道你家那个案子的细节，对不对？你把手机给我，等我出去，我就让我爸帮你把卷宗偷出来。他是执行组组长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这小子还是不够狠，等我拿到手机，有你好受的。在地上爬的那位，给你个机会选择，是我帮你砸手机，还是你自己砸？我选自己砸，我不考了，我放弃。陆牙的速度、力量只能算平庸，可动作未免也太过坚决了吧？杀人比吃鸡还丝滑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情报上居然说他老实，老实个鬼！我让你选，你还真的敢选啊！装死！刚才如果我不出现，你就想趁黄川失去戒心，给他致命一击，对吧？你小子可真不要脸啊！该死，就差一点，都怪黄川。刚刚肉搏我受伤太重了，不然这小子肯定躲不开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自己不也是在装瞎、装弱、装老实人？不一样，你那是不要脸，而我这叫演技好。我这人比较双标。双标这种事在他嘴里竟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不愧是50区的垃圾，真恶心。你别得意，老子虽然受了伤，但凭你在50区学的拳脚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你不会以为搞定我们8个人就能活着回去吧？废话，就你们几个废物昨晚的表现，傅焕肯定对我起了戒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肯定还找了其他厉害角色想杀我吧？你知道就好，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单给你。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就当谁也没见过谁。傻叉，他们是谁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意思？知道名字有什么用？死人不需要名字。事关接下来的考试，他却一点都不关心，听意思好像还要杀我。该死，不能坐以待毙！我确认过了，刚刚陆雅手上丢的竹签就扔在那儿，我只要趁他分神，趁机将其拿到手，那就是我最好的反击机会。就是现在！陆牙看到我的动作，肯定也跟着扑过来了。我这反手一插，一定会插进他的身体，达成完美反杀。你们50区太不注重细节了，战场上这种细节能要了你的命！你是故意把竹签丢在这儿的？刚刚背对着我磨蹭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准备这条尼龙绳。答对了，但是没讲。你脑子有病吧？我都受伤了，你这都不敢堂堂正正和我打一场。傻叉，凡事当然要谨慎为主，我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你刚刚说的太对了，细节确实会要了你的命啊。等一下！你淘汰了线索持有者，获得一条异常线索，请注意查看。异常线索？于浩然一路上除了电动车被抢，也没干其他事。这线索应该是进考场时自动发放的。这小子运气真好，开局不仅有辆好车，还有个线索。可惜啊，惹到了我。异常线索 A001，我喜欢这个安静的社区，喜欢港口暖阳下打盹的猫，喜欢围坐在餐厅壁炉旁弹唱的年轻人，喜欢夜场公寓那些纯情的姑娘，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姑娘养的鸡有些烦人，她们总在凌晨12点半打鸣。我出门找了很久，还是没找到鸡窝在哪儿。直到我回到家，终于看见了一只鸡，它在吃东西，它在吃我。梦想公寓1号603室。夜场公寓哪有纯情的姑娘？就像直播间哪有不要礼物的擦边主播？请关注重点。这眼睛以前很高冷的，对我老是爱答不理，
怎么今天像是转性了一样，竟然还会主动提醒我？你几分钟没说话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这线索大概是说红头发的姑娘和那只鸡有问题吧？异常远比想象的要更复杂呀！一个不存在的地址，一个写的像是疯子一样的文字，这线索约等于没有。我到哪儿找这个公寓去？人不见了。死亡后被传送出考场了？不对啊，以前考试都没这个流程。归零的考场为什么要把尸体送出去呢？总不能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吧？第一次自动淘汰完成，实时考场人数35746人。不要！我的考试！可恶啊！就差一点！早知道我就先杀那个路牙了！路牙，凭什么你还活着？凭什么？都怪你！不是，这些人神经病吧？怎么还怪上我了呢？菜就多练。从这条路过来的外卖员也就100多人吧，直接就死了一半。我来晚了，早点来还能救几个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对不起啊，弄疼你了，我扶你起来。路亚，你没死真是太好了。刚刚我没帮黄川他们对付你，你能不能看在这份情谊上帮我一马？好说好说。下等人就是没见过世面，能打了不起啊！老娘只要稍微出卖点色相，他还不是得乖乖拜倒在我16群下？就当被狗摸了，等我利用他熬过这关，再把他脑袋剁下来。我的手机！该死的家伙！我杀了你！不要！从手机摔坏到真正淘汰，大概是2.5秒。这2.5秒内，考生还是有攻击力的，至少可以在地上砸个大坑。这女生挺漂亮的，我还以为你在怜香惜玉，原来你只是在利用她测试考场规则。很漂亮吗？那可惜了，这世界10万亿美少女中，又少了一个爱我的人。你可真不是人！哎，别尬黑啊，我已经算很温柔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淘汰也未必是件坏事，归零考场能活着出去，就已经算祖坟冒青烟了。我刚刚明明是在救他，你说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第1轮废材都被淘汰了，第2轮剩下的都是高手，这其中恐怕有不少人想要我这颗人头吧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除第9区难度未知之外，其他地区难度最高也就恐惧。也不知路牙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。程老师，你是黄岩，第27审判庭执行组组长。我儿子叫黄川，也是这届考生，和你某个学生很熟悉。有人把路牙告到了第9区审判庭，他们很重视昨晚那起恶劣事件。你有窝藏包庇的嫌疑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虽在战场厮杀多年，生命品级早到了3品，
可面前这几人明显比我等级更高，好脱身呐！等等，有了，有考生出来了！大家快看，天门开了个洞，人家有考生出来了！真的有考生出来了！果然，我们第9区的孩子都是天才，也不知他们考得怎么样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才开考10分钟就死了这么多人？应该都是些低等区抽签上来的学生吧？他们本来就是来凑数的，死了很正常。我猜也是，那些低等人。我的孩子，我看到我的孩子了！官儿，后人，后人！不会是路牙干的吧？上面没有路牙的照片，他还活着。皇上和好人都死了，那我家孩子和其他孩子呢？他们有没有事？这特么等拿到餐食，考试都快结束了，而且这几个外卖员没爆发冲突，搞不好是互相认识的同学，直接进去可能会变成他们的积分。考试内容只是说从这儿拿一份剁椒鱼头，然后拍照，特么老子自己做不行吗？死了，看这表情像是被直接吊死的。他应该是这家店的厨师，那么现在做菜的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考生了。这家伙思路和你差不多，想办法混进厨房，自己把外卖做完，然后通过后门离开，让其他考生在外面傻等。不过他心比我黑，手比我狠，能力也应该在我之上。毕竟这厨师很胖，常年颠勺端锅切菜，力量应该不错，可没那么好容易拿下。可是这也不对啊，厨子200多斤重，在下面干掉不就完了？怎么还非要把人吊死在阁楼横梁上呢？我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，你闻到没有？辣子鸡丁，油温过高，花椒、大料、茴香放多了。不对，他是在故意用香料藏另一种气味。什么？煤气，他特么在放煤气，想做完自己的外卖就把店给炸了。六，那你打算咋办？别慌，看我操作。差不多了。没人，那刚刚的声音应该是外面传来的。我靠！尸体不是吊死在前面吗？怎么会瞬移到我后面？是谁？我故意扮成尸体换来偷袭机会，可他竟然还能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的一记鞭腿，还差点直接就把我剔骨裂了。这人实力比黄川和于浩然加起来还强，必须趁机会立刻将他砍了。上吊。和死去厨师脖子上一样的绳子，可刚才这里并没有绳子。你就是50区那个叫路牙的家伙吧？刚才的伏击做得不错，实力不像是50区的水平。可惜你没收集过异常吧？我开始就在一个女生宿舍里，一个女孩披头散发，吊死在我面前，还会瞬间复活，把指甲插进了我的喉咙里。你猜我怎么做的？
我抱着他从4楼跳下去，把他当成垫背的，啪的一声，然后我就拿到了这根绳子，这就是异常。当然，以你的实力，要是见到异常，早就死了。看来有人察觉了，先送你上路吧。其他几个人，我再一个一个收拾。异常我没见过，当然，只有我这种实力才有资格收服异常。你这种人活到今天，最大的意义就是给我提供身份。但我才是最大的异常。什么东西？他是50区混进来的那个，宰了他就能获得去市政厅上班的资格。你也知道了，这悬赏令是不是已经覆盖整个试炼场了？地上躺的这个是谁啊？连50区的废物都打不过。 NPC 厨师吧？不管他了，先处理这小子。我拳头快，让我来！妈的，这地上怎么那么滑？你们让开，别抢饭！看来傅焕发的悬赏令已经扩张出去了，他们都想拿你的人头当垫脚石呢。你要完犊子喽？那就让他们试试看。我的手腕直接脱臼了，好强的力道！路亚，你的身份不配站在这儿。这是第9区最好的踢技，破邪踢技吧？这家伙我在9校联考的时候见过，好像姓陆，最后一次摸底考试，全区排名300的高手。 9校联考可是最有含金量的考试，能在10几万名考生中排名前300，这种人可是天骄。像他刚刚那一手，应该做成教材视频，而我的应对，只配成为高等区的反面教材和失误集锦。你这10年淬炼的技巧和能力都不错，但这群人都是用高价药物洗骨伐髓。 断筋炼肌，还有更高深的武技，力量已经超出人类生理极限了。其实你的天赋比他高，也许比他更努力、更拼命，但他们更有钱。是，他们有钱，有钱就能得到更好的教育、更高效的锻炼方法、更正确的武技用法，还有基因修改、药物淬炼、金钱堆积起的铜墙铁壁。 让我这个穷孩子无力回天，那又如何？无力回天，我也要逆天而行。储能还有多少？72%。小小厨房里一共挤了10个人，除了于挺，另外有2个男生被热油泼到了面部，至少还有6个对手保持着完整战力。 正面1打6，除非对方内讧，否则就算把下剩下72%的能量全用了，也未必能赢。不可能打得过的，你要死了。那个瞎眼的应该打开过煤气瓶，但屋子的煤气远还没到达爆燃的浓度。咦，橱柜下有2大袋面粉，有了。 太慢了！人呢？你上当了！他压根就没打算拿到，目标从始至终就是那2袋面粉。你们想死别躲着我！ 给我治疗！粉尘爆炸了解下，有钱了不起啊，老子有光。破邪踢技是吧？
老子不配站在这考场上是吧？现在怎么老子站着，你躺下了？其他人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别忘了任务。就这样差不多得了。已经有8000多人，来到130分了吗？果然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呀！记得拿那根绳子，就在那瞎眼尸体的腰上。包的兄弟，包的。异常1044上吊绳，剩余使用次数2，可指定一人被上吊至就近高点，使用次数耗尽或无法押送。好家伙，异常居然能当成技能使用，这和拥有命域星柱的超凡者有什么区别？如果异常强度排名是从 A、B、C、D 按顺序往下依次减弱，一个1级就能让9区优等生9死以上，那 A 级又会是什么样的难度？凭我实力，能拿到这个异常吗？刚刚这边动静太大了，又有考生到了，小心。不急，我有分寸。取餐项目已完成，送餐项目请在0点45分前送至梦想公寓1号404室。怎么又是404这个数字？真不吉利。哎，有点意思，那就是非要去这个梦想公寓不可了。怎么隐隐觉得好像有只手一直想把我往那里带呢？之前梦想公寓找不到地点，但现在任务解锁，应该能顺着骑手档案过去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路牙在里面。饭熟了，客人到了，该干活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路牙就在里面。他居然撑过了第1轮，这小子有能力解决第9区的天才吗？应该是运气好吧，刚好让他碰到了下等区上来的人。别抱幻想了，第2轮都开始20多分钟了，能活到现在的哪个不是狠人？大家还是小心点吧。切！该死，什么味道这么呛？我靠，好多人，好多分儿！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别和我抢！敢抢我分儿，我杀了你！来呀，谁怕谁！这次考试难度确实离谱，把人性最深处的恶都合理化了。一个人杀了人，他就是杀人犯；但所有人都杀了人，那就等于大家都没杀过。不过这也正好，他们杀得越狠越乱，我就越容易脱身。完了，要暴露了！现在人比刚刚更多，别逞强，快逃！路亚，那好像是路亚，他拿着外卖。刚才进去的人都没人拿外卖，他是从里面混出来的。什么？路亚？路亚在哪儿？他说的对，拿着外卖的是路亚。你就是那个价值1000万的路亚？我可是手握地级异常，就算你长了翅膀，这次也插翅难飞。快逃！逃肯定要逃，但不能急，知道吧？我就知道自己拿外卖太显眼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所以提前打包了3个外卖盒子。你这是干嘛？贿赂？糟了，拿着外卖的是路牙，我成路牙了。你这也太阴了！我不是路牙。我靠！强力万能胶！等等，你们听我解。我不是路牙，
我不是路亚！傻的吧他，这么喊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路牙是吧？该死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咱能抢到人头的几率更低了。还看不出来他是故意的吗？水越浑，他就越能浑水摸鱼，逃出升天。别废话了，快追！路亚，站住！都怪你们拖我后腿，不然我早就追上了。老程当初说的果然没错，聪明人当不了一个好兵。战场上最理想的结合是一个聪明人指挥一群庸人冲锋陷阵。万一有天你们当了军官，眼睛放亮点儿，别让你们麾下有太多这样的聪明人。现在不就是一群聪明人正在用实际行动来印证老程的话了吗？想杀老子，下辈子了。禁止入内。兄弟，抽烟。他就是路牙吧？这边城市50区的人怎么那么猥琐？操！给的烟竟然还是空的。送完外卖就走，别去1号楼。禁止入内。兄弟抽烟。还来？这家伙倒是比路亚有诚意，但比路亚倒霉。是保安洞真格的，是考生还是 NPC？ 凭啥路亚能进，我们不能？我要举报，有黑幕！不管了，我们人多，放掉他！我操，这么猛！我操，这么猛！我甚至都没看清那保安的动作，就只看见追兵漫天乱飞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至少加强了3倍，这是拿到加强身体素质异常了。纯肌肉力量？怎么可能？玄石城最强几个学生的单挑视频我都看过，没这么猛。天下无敌，天上来敌。说人话。机缘太大，八方来客。原来如此，老程曾经说过，高难度考场获取高身份概率也越高。尽管天门开放只有5分钟，但还是有大能力者会带着亲传弟子或子嗣跨过千山万水赶来。所以那保安就是外来天骄之一，只不过他明明能随意解决我，为什么看着自己冲进来无动于衷？难道是自持身份不愿意下手？但为什么对其他考生又毫不留情呢？真是个怪人。他刚刚对我喊的话也不知道是提醒还是误导，但我没得选，因为我的送餐地址就是1号楼。这幅书法作品应该很贵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欣赏不来。我觉得这字比我班上那个只知和黄毛谈恋爱的班花写的还烂。书法这种东西吧，我觉得好的肯定便宜，我觉得烂的才值钱。我真的没空陪你闹。A001线索提到过，诡异鸡叫在12点30分。无论是保安刚刚的话，还是线索上的提示，都说明这栋公寓极其不简单。迟迟不敢进去，你是怕了？怕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人。冲！干死那个瞎子！妈的，追了那么久，浪费老子那么长时间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人来了。我拉拉的好疼，什么情况？你还好吗？这里靠你自己了。前面好像有人，他就是路牙，快，再快点儿！
踢上岸！电梯按钮是我故意按的。既然那么多人想要我的命，那就六等剑。那个 A001异常就在那里，希望你们的命够硬吧。自古先锋不抬头，幸好有上吊绳在，不然恐怕还真会被追上。你还在吗？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你和我交流？我感觉眼里的光还能用，所以你还在，对不对？啊！怎么停电了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没人往下跑吗？还是说跑不掉了？这栋楼太诡异了，保险起见，我还是从外墙面直接爬到4楼去吧。刚刚我下来的时候，门明明是开着的，怎么现在被关上了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日！被困住出不去了。那8个人我有印象，就是追我最快的那几个考生。他们实力都很强，可这才多久，怎么就直接这样死了？上面究竟有什么？谁？我现在才看清他的样貌，没想到单枪匹马拦住数百考生的强者，脸居然如此帅气细嫩，就跟个夜店男模一样。你不是走了吗？这家伙是个聋子，为什么光写字不说话呢？明明这些玻璃窗并不隔音，外面的声音我也能听得到啊。他还加了3个感叹号，为什么要特意强调？我如果留在这儿，还怎么在第2轮淘汰之前完成送外卖任务？我没得选。这场试炼难度升级，应该和他有关系。明明亲手塞了200多个人进来开路，怎么一点声音都听不见？就算是荒村野坟，都能听见2声鬼叫啊！我现在宁可面前出现一只女鬼，也比这种安静的氛围要好。身材要好一点，最好是黑丝皮靴、血眼御姐那种。就算被鬼弄死，我对颜值也是有要求的。老程教过，这样就算门里出来点什么，也无法直接攻击到我。虽然动作有点猥琐，但有用。拿进来吧。我把外卖放在门口，你出来拿吧。你一个女人在家，我不方便进来。你在试探，家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？我没有。鞋套，他好像在期待我说我没有试探。我换了一句话，他似乎有些失望。为什么呢？可这里又不是规则怪谈现场，哪有什么不能触犯的禁忌词？只有把饭送到我手上，才算是送到喽。只有把饭送到我手上，才算是送到喽。主动权一直在对方手上，这种感觉真是令人不安啊。为什么期待我承认试探？为什么非要我进入房间？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逻辑？而且服务态度不好，我也许不会给好评哦。你是女人吗？哼，你是女人吗？想清楚再回答。不是。他刚刚沉默2秒才回答，说明他在思考。回答是男是女根本不需要思考。这个问题的陷阱在最后一个字。况且老子可是史上唯一，就算被拿走一半，所见俱实，所闻皆真。原来楼下的大字其实就是提示，当钟声响起时，这栋大楼里不允许谎言。所以刚刚那女人就是在期待我撒谎。你来开门。看来我猜对了，我不说谎，女人就不想放我进屋。你把外卖放在门口吧，我会来拿的。我现在不想开门了。什么时候来拿
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给5星好评，是不想开门，还是不敢开门？明明我已经烧毁了整栋楼的配电房，为什么这屋子里还能开灯？刚才我想等你走了再来拿外卖，我不会吃，更不会给5星好评。最后我不想开门。我刚刚的猜测就是正确的。在这栋楼里，只要不说谎话，异常就无法对你发动攻击。你吃完给了好评，我就走。你的手机在哪里？卧室。你手机密码多少？404404。银行卡密码？没有银行卡。你带着几个异常？他似乎在试探我的实力，他想动手，莫非我猜错了？楼下座钟的秒针每5秒才动一次，难道每个问题必须在5秒内回答真相？一个异常就敢来这里，那你很能打喽。一路上杀了多少人？12个吧。过来把饭吃了我就走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们这些外乡人呢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这间公寓，而你大概也从保安那儿听说了些公寓的计划。保安可啥也没说，刚刚还阻止自己上楼。所有一切都是我猜的。但那个小保安大概没说全吧。我们确实说谎或者不回答都会被抹杀，我们的意向也只能对谎言者驱动。这栋公寓12点半后确实一切真实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杀死鬼吗？啊！不好！好快的速度！结束了。未必。你特么，这还不算使用异象。你的意向到底是什么？幸好老子反应快，及时把那份加了猛料的外卖打开了，不然这波包戏的。上吊！在这女人面前，上吊绳竟和草纸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开挂了是吧？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我。时间到了。现在说没用了，5秒已经过喽。我还想着要是猜错了，就用眼睛最后一搏呢，没想到竟然赌对了。不过这所谓的抹杀也太可怕了吧！一个不可一世的怪物就直接这样炸了。房间里还有没有异常了？吱一声。餐品很美味，微辣微麻，香味恰到好处。厨师肯定是个1.85米的帅哥，外卖员的长相也非常帅气，8块腹肌，身材极好，疯狂加分。对人和善，服务态度良好。帅哥送餐上门，亲自喂饭，送我回家，同时悉心送上打扫服务。下辈子保证还点这家外卖。基础项目取餐项目已完成，送餐项目已完成，顾客品尝并做出评价已完成。附加项目1，淘汰其余考生224名，得分150分，已达附加项目1加分上限。我只亲手淘汰了12名考生，为什么这里显示224名？难道追兵被异常砍了，也全算到了我头上了？这样的计分方式是不是有些牵强？第2次自动淘汰结束，恭喜你进入最终试炼，请所有考生在60分钟将红松露404居留所的异常数量填满。到期未完成，所有考生将留在考场内成为异常。居留所现有异常数量28分999，剩余时间2.55。哇，那个，这考试也太缺德了吧！完成基础项目还不行，还得完成附加项目，就一定要逼着剩余考生去和鬼拼命，不然就考试失败，全部人变成鬼。前面整整40分钟考试，所有人加起来一共也就上交了28个异常，现在接下来1小时内要收集971个异常，你他妈在逗我！算了，这考场里有的是天才，他们的命比我金贵，就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吧。
异常 C014 人格，一张人类皮革，杀死 C 级异常缝制鬼获得，剩余使用次数3，可快速吸取附近30米范围内所有生物，并包裹消化。使用次数耗尽后无法押送。这大姐还真没骗人，她真没使用技能啊！不然我估计活不过一个照面。异常等级之间差距看来极度明显啊！这玩意儿只是 C 级就这么夸张，那6楼那个 A 级异常，我又该如何应对？路亚，下楼，我能挡住他们。大堂座钟后面有一个通道，可以离开公寓，钻进去别回头。这声音是那个保安，他回来干什么？怎么整得像个推进考试进程的 NPC 一样？我没眼花吧？刚刚跑下去那人，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那是谁？路亚？那我是谁？路亚吧？你被骗！我不明白，这栋楼里明明不能说谎，但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服了，这系统严谨程度还没银行征信系统靠谱。你怎么知道我叫路亚？这栋公寓里的规则，必须说实话，必须在5秒内回答问题，否则会被异常攻击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是保安吗？保安应该知道这规则呀。我不是保安啊。不是保安？那你穿这身衣服，守在门口兢兢业业干嘛？因为考试任务让我应聘保安，我来到这才发现，原来的保安是个异常，他想把人引进公寓来吃掉，我就把他一脚踢死了。这栋楼太危险，我就站在门口，劝其他人别进来。这理由太可笑了吧？谁在命途试炼的时候还有心情保护其他人呢？他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你前不久不是劝我别上来吗？怎么自己跟上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特妈又不是西湖醋鱼，只有7秒钟记忆。可是我怎么确定你就是路亚呢？唉，我给你的那包烟里没烟，这个证明可以了吧？你真的是路亚？你怎么不说呢？我特妈一直在说。原来你是路亚，那你是怎么做到跑下去，又出现在这里？破案了，这小子真的是脑子不好使，不能再跟他这样绕了。你上来干嘛？保护你。咱俩以前认识？那你保护我干嘛？你对男人感兴趣？你是天才，这个考场难度莫名其妙变高。你一个50区的实力这么弱，被200人追杀不死，救命啊！无法了，居然还能活到第3轮，所以这个考场难度飙升，肯定和你有关系。好家伙，他到底是睿智还是弱智？我一时竟有些分不清。我爸说过，试炼最终目的是诞生强者，保障人类繁衍生息。你们这些在下等区却还能脱颖而出的人，是最有天赋和毅力的。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你选择在小区门口帮我拖住追兵？刚开始没想这么多，我就觉得200多人打你一个不公平，没道义，我要管。那后来为什么不拦了？因为打不过了。这个叫乾坤的，虽然因为早产的缘故智力出了问题，但性格是真的不错。我不过就随口和他闲聊了下人生，他就狠狠共情上了，还要帮我一起报仇。我得管，我一定得管，出了考场我就去管。他好像把自己当成了超级英雄，不过以他的实力，也许在考场上能呼风唤雨，但走出考场后，这世界盘根错节的规则，也不是他一个人能改变的。算了，还是不要打击他信心了。这世界
总要有人去横冲直撞的，撞死了，下一个无知无畏的人接着往上冲，总能撞出点光亮来。1号楼最危险了，上次进来救人的时候，我差点被困死在里面，还好一个女生细心帮忙，我才找到出路。我刚刚去过6楼，那里密密麻麻都是人，我看见你在人堆里面喊救命，就冲进去把你救出来了。没想到那个不是你。好了，我们回到大堂了，快点出去吧。你通过了考验。考验？我不是路牙，刚才下去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路牙。啊！命途考试不仅有实力的考验，也有品格的淬炼。恭喜你通过了，我还要在这里断绝所有凶恶，庇护所有善良。去吧，坤哥，离开这儿去找路牙。如果他能活下来，他会是你最好的兄弟。眼睛里的那位真去6楼了，他为什么要去？是为了保护我？还是想占用异常身体？他到底什么样的存在？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路牙，路牙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？明明已经拿到高分，有乾坤保护，接下来考试也能顺风顺水，为什么要上楼呢？上楼就上楼吧，为什么不忽悠乾坤一起呢？因为那该死的良心。感觉我现在就像已经上岸的混混，接到生死兄弟的电话，没有丝毫犹豫就脱下西装，抄起啤酒瓶走上战场了。我讲义气的样子真帅。人呢？乾坤不是说这里全是人吗？怎么干干净净的，连半点血光都没看见？有意思，这人头竟然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操！哦吼，完蛋！路牙，路牙，路牙，路牙！娘，特么叫魂呢！我来了，你在哪儿？吱一声！该死，这些考生压根就砍不动！不行，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你不回，那我走了。嘿，嘿。都特么给老子死！以及线索所在的房间吗？眼睛里的那个存在，大概率就是被困在里面。这就是线索里提到的鸡，这是屋内唯一的活物，它就是那个 A 级异常。不仅白母鸡没攻击我，外面那些怪物也突然不动了，这他妈什么情况？算了，先看看那颗蛋吧。这里除了那只鸡，就属这颗蛋最诡异。编号 A001的异常，就这样被我拿到了，捡个蛋就获得一个异常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哼！还有考生活着，不过他好像也离死不远了。看不懂，随便就能获得？难道这6楼考验的是贪欲？给你最好的异常，但如果无止境的拿下去，就会变成外面那些考生这样。不对，那些考生也不是傻子。看这里的情况，反而更像是有人隔墙直接秒了这里的异常，然后放了几只鸡进来。难道是线索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干的？你是在找我吗？我操！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的？你是在找我吗？
如果你不想变成他那样，那就别动。我在他的肚子里放了几百条虫子，那几只鸡会啄烂他的内脏和骨头，直到找出所有虫子。好可怕的女人，好厉害的手段，我竟然一点都动不了。或者可以和他们一样，那种死法比较干净利索。我只是把他们眼球挖出来。那个跑下去的假路牙，是你扮演的吗？我扮演你。你是想要骗我触犯这公寓的规则吗？别天真了，我可不是那些傻瓜。门口那颗人头呢？也是你放的？人头，那是他们自己拿着锯子一点一点亲手切下来的，就像……死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酒量怎么样？取消。你怎么想到的？外面这些人的死法是瞎眼斩首，我记得他们追杀我的时候，就是想把我这个瞎子的脑袋切下来，但现在反倒是他们成了没脑袋的瞎子。你的实力太强，乾坤不可能是你的对手，但他活了下来，除非你没想对他动手。可为什么呢？你都杀了那么多人了，也不差他一个。还有，考试信息说我杀了200多个人，当时我还纳闷。但现在我都明白了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这200个人都是我杀的。那个冲下楼的假路牙，其实也是真的我，所以你就是我。但世界上怎么会出现2个路牙呢？除非这个东西也被判定为我的一部分。不好玩，太聪明的人不好玩。我一直以为我眼睛里住着的是一个张牙舞爪、满是触手、不可名状的怪物，没想到藏着一个红衣黑丝玉螺。哪来的黑丝？这不是重点。所以我在进入考场时就注定了会成功。凭什么？有你啊，你能显露真身，这考场里应该没什么能挡住你。我只能出现在这一层，其他地方我帮不倒你。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这儿？因为我不是人啊。啥意思？你曾经是人，但现在不是了。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被我变成了异常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屠杀了整座城市？别逗了，我和你处了10年，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高冷傲娇，嘴硬心软，你猜我信不信？我是这儿的原住民。这里曾叫黑松镇，一个坐落在良金矿脉旁的边陲小镇。你应该知道良金矿吧？知道，9年义务学过，是一种很珍贵的矿石，一颗拳头大小就值5万块，约等于一个民工1年的收入。记得还挺清楚。我记得那节课你不是在偷看班花大腿吗？我当时还问你要不要用3天寿命换跟班花谈恋爱，你还拒绝了。谈恋爱更浪费生命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黑松镇的财团和高层，意外发现矿藏存在后，第一件事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封锁消息，防止外来财团入场抢食。那封锁消息的最好办法是什么？给封口费喽，谁又会跟钱过不去呢？是，没人会跟钱过不去，可你还是没他们狠。他们想要的是彻彻底底的独吞。黑松镇是边境，大山后面就是妖血人马的领地，与其掏钱，不如做成异族入侵的场面。死点人不仅省钱，还能再申请一笔防御经费。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。我想要报仇，可惜没做到，还被抓到广场当众处刑。但他们没算到一件事，我没死透，还融合了整个小镇的怨愤，成了异常，开启了一场屠杀。就在局面彻底失控前，维护这片区域的大能力者才终于降临。他要来主持正义了。正义来了，可惜迟到了。记得你说过，正义是可以不迟到的。
所以迟到的正义是邪恶帮凶，甚至是邪恶本身。我没有反驳。也许这世界上只有我知道，你说的对。林程程，所以大能力者到达现场后，帮助财团镇压你。如果只是镇压我还好，但是不止哦，他杀所有人。灭口，所以财团是替他做事的。聪明。黑松镇失控，迟早会有人意识到真相，所以他要把所有人清理干净。死人的罪才是最严的。但他小看了整个小镇怨愤的力量，哪怕被碾成血沫，我还是没死，反而还直接和他一起爆了。爆了！我和他以及整个小镇都脱离了现实。他把我封印在这儿，还拍碎了我用来聚集怨愤的眼睛。不过我也重创了他，他的命虚星柱崩散，散落在城市里每一个角落，这就是异常的来源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进到我眼睛里的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在有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你眼里了，而且还领悟了更改现实的力量。原本我还想着诱惑宿主，吸干他的生命和精神杀回去，没想到遇到了你这倒霉蛋，你命运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。所以不忍心了。对，相处的时间越久越不忍心。我已经死了，小镇也不存在于现实了。为了这一口气，去断绝另一个可怜人的复仇路，我不忍心。那现在，哥把命借给你了，我们去干掉那个杂种。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考场就在黑松镇。之所以给你发信息，也是想拿剩下的这点意念，帮你拿个好身份。毕竟咱俩，总得有个人好好活下去，总得有个人好好活下去。他在红松路404号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刚刚都说了，异常是因为他力量崩散才形成的。那么谁在收集异常，谁就是那个杂种。他已经在恢复力量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就算加上这楼里所有异常，你赢他的概率也不足30%。1楼座钟后有个通道，你去地下室藏起来吧，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了。一旦他恢复力量，就会来找我，我们交手会撑爆整个考场。你可以趁机找到出去的路，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。你能来6楼，我就认你这个朋友。所以我现在说的不是考验，而是作为朋友最中肯的建议。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边城。带着我的眼睛回去，帮我去看看这个世界最精彩的地方。我没有其他交代了，走吧。叽里咕噜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听不懂。老子说了，我们去干掉那个杂种。没听见我说的吗？你打不过，甚至连楼下的大门都打不。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我没有朋友吗？路亚，你骗人！你根本没下楼，我救的那些人全在地下室，他们根本没见过你。真有傻子！现在把身体塞回你的破棺材里去，哥带你杀回黑松镇。对不起，骗了你。那些怪物因我而生，如果我走了，他们就会跟出来祸害其他人，我不忍心。哇，不愧是你路亚，人品真好。这家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又变强了。该去红松路了。是的，该去上交异常了。不对，红松路404号是陷阱，当考生上交异常后，就会变成这个模样。不信你问他们。那我们更应该去红松路，阻止其他考生啊！能留到现在的都是天之骄子，人类不能失去那么多未来的中流砥柱。但是楼下大门很难打开，撞也要把它撞开。地下室还有3个朋友，加上我们一共5个，总能撞出一条血路的。
我们总能撞出一条血路吗？红松路404号是个陷阱。我说完了，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乾坤是我俩的救命恩人，这事儿我跟了。俺也一样。好兄弟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答应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知道你不信，他俩也不信，只有乾坤信了。我不需要你们相信，我只需要你们帮我。不相信，怎么帮？我觉得这个人可信。别猜了，刚刚我送了他一个异常。这年头，行贿受贿已经这么明目张胆了吗？出手就是异常，这哥们儿有点土豪啊！这栋楼的所有异常，我已经替你收集整理好了。我操，这些都是异常！你这是……都别客气，自己选，自己拿。陆崖，我说实话，虽然你送我们异常，但我还是觉得考场通知的可信度更高。其实我也觉得你的猜想是错的，但我会在404号门口帮你拦人，直到考试结束前最后1分钟。我也是，帮你是讲义气，但如果拖到最后你还没完事，我还是要进去上交异常，我不能拿自己的人生做赌注。可是有这个话就够了，我喜欢你们这群家伙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你们得请我喝酒唱 K。凭什么是我们请你？因为我穷啊。还真够硬的。你退后，让我来。急什么？咱一起。俺也一样，俺也一样。相思里铁树追梦，一波苍穹。时间已经过半，他异常数量才刚过1/3。这次考试难度究竟是什么？怎么会颁发这么难的任务？别说了，加快动作吧，不然我们全都要折在这儿。堵门？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！不管了，干他们！不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吗？我说不明白。这考场到处都是无法解释的诡异，反正都说不明白，干脆就别说了。来一个撂倒一个，我应该能顶住。如果打到后面顶不住呢？能打到顶不住，也算是我们对得起那家伙了。他就这么直接进去了，那么勇猛吗？你手里还剩18个异常吧？17个。什么时候又用了一个？陆崖问我要走了 C 节的多闻，就是那个用来远距离查看队友画面的异常，没什么用，他要我就给他了。他要这东西做什么？帅啊！不要用那舔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有本事去那儿耍个帅给我看看。我操，这至少得有200多人吧！我操，这至少得有200多人吧！来人止步，此路不通。这些年在小镇里拘捕异常，受了点伤，还好这段时间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。如果处理了异常，就放在那儿，佛会保佑你。我绝望的时候拜过佛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拜佛有用的话，我这种穷人连开一眼山门都是犯罪。年轻人还是要有些希望的。
老年人还是要有些实话的。A 级异常，真言绝育。你去过一栋公寓吧？是啊，所以装深沉说瞎话的环节结束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说点真话。你叫卢凌风，官级身份，15年前实力到达超凡，成为大能力者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在挑衅一位大能力者，他去过幸福公寓，甚至可能见过那个女鬼，知道了些不该知道的东西，不能放他走，必须在这儿把他杀了。B32历时，对，你这独眼龙的眼神倒是不错。哼，虽然你可以将身体变成砂石随意重组，但历时每次只能维持5秒，总共也只能用3次。我知道，但至少我能活15秒。该死！我还在消化考生上供的异常，命虚星柱还不能使用，否则就算它变成砂石，我也能把沙子碾成分子。你诱导考生让他们上交异常，并不是想打开考场出口，而是想熔炼异常恢复实力，和黑松镇里最强异常决战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和他的决战会导致考场空间崩塌，大多数考生会死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其实不上交异常，也能离开考场结算成绩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离开考场的方法是什么？15秒到了。离开考场的方法是什么？你还剩2秒回答问题。他只是一个凡人，身上没有附加任何异常。我现在状态再差，速度力量也是他的10倍，怎么可能被他跑掉？考场出口在黑松镇良金矿场。我就只是凑运气问一问，没想到还真能问出来啊！不对，刚才他不是主动后退，而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把他撞走或是拽走了。取消。肉慈，生死之间，你竟敢用1级异常耍我，耍一个曾经的大能力者！那咋了？放肆！真言绝育没有了，不用再说真话了。是的，但我想问的也问完了。我以为你会问当年我屠杀黑松镇的真相。原来你也不是那么正义，最终只是想知道考场出口。考生只在乎分数、身份，只在乎到底要不要来上交异常。哪个傻子特么会在乎真相、正义这种东西？你知道方法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出不去，你死了，其他考生也还会把异常送过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有个 C 级异常叫多闻？那个异常本身没有任何价值，但如果周围聚集了几千个考生，而我们又在真言绝育里，不得不说一些真话。中计了，我要杀了你！真的假的？还有异常能阻止人说谎？我觉得未必是假，否则那4个天骄不会拦我们。那方脸的叫诸葛俊，实验学校的，平时人挺实诚。能活到第3轮的哪有什么实诚人？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更信手机发布的考试规则。矿场就在后面黑松林里，我们直接过去看看不就行了？万一没出口，就再回来上交异常呗，时间上完全来得及。我还是觉得不靠谱，不如直接冲进去。那你上吧，不过要小心那女的，她早早往要害交代，一个不注意命根子都没了。好，我们一起上。人呢？4人打1000人，还被我们放倒了100来个，我们做到了哎！滚啊！没长腿吗？待在这里等死啊！我也想滚啊，但怎么滚？3条腿都被踢断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啊，以你的实力，老子恐怕出不去了。但其他考生能活下来，这考场难度等级很高，
他们出去之后，肯定都将是未来的中流砥柱。逢年过节会过烧纸的，我在下面也不会过得太穷。我要是走了，林程程就完了。既然不能走，那就多说点好听的，立个人设，让那几千名考生都欠自己人情，不能白白留在这里啊！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吗？我之前还追杀过他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东西。嘿，你们看，我就说老陆是个好人。现在你还觉得你能收集到足够的异常吗？但你自己走不了。你的下场会比那个叫林程程的娘们儿更惨。给我死！你说谁的下场会很惨？001要暴君，这可是我最核心的力量，几乎占据了全能量的10%。这小子是怎么可能得到的？破！我杀了你！那就来试试。不行，给我起！我在前线征战10年，什么敌人没见过，可这么疯狂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不仅疯，打法还阴，就跟条疯狗一样，咬住就不松口了。你走吧，走。现在想让我走了？欺人太甚！呀！宁可丢失尊严也要拖时间，说明他的命运星珠快融合完成了。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赌命。老天爷，我已经倒霉了一辈子，算我求你一次，让我赌赢一次，哪怕就一次。星柱关099，黑佛妖僧，10级一人也未必能出一个关子。虽然是最弱的星柱，但再弱也是星柱，在这满是普通人的考场里，他和神没有区别。天真。短短1秒内，就将除暴君之外的所有异常秒杀，这么强！现在知道什么叫大能了吗？凭你能杀大能吗？再加我一个，能不能杀大能？给我起！玉京子呢？诸葛俊和秦开来很讲义气，但他们根本挡不住陆天风，只有我、乾坤和玉京子3人联手，才有一战之力。他走了，这种大成天骄只顾自己利益，跟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卧龙，别说了，他已经完成承诺了，而且他受伤最重，已经够意思了。天赋不错，但命虚星柱之下，众生皆为刍狗。再来！闯大运了！不好！好家伙，这么猛！人情还清了，不欠你的了。你不是跑了吗？当然是骗你们的，免得你们这俩卧龙凤雏说漏嘴。滚出去，别耽误老娘打架。玉京子站都站不稳了，明显受伤很重，让他来滚蛋也不过是怕他们白白送死。这好较劲，和林程程有一比了。
这都没死，蠢货，是命源抗拒，他已经恢复到4、5品左右的实力了，能大幅免疫非生物体的攻击。阿弥陀佛，杀僧灭佛，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！你们撤，把乾坤带回现实世界。可是想想你爸妈，玉京子，带他们走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如果有心的话，麻烦去50区找一个叫程金南的老师，他知道我的事。这是 A001暴君和 A049酷刑最后一次激活了，只剩最后60秒的机会。就算死，我也要咬下他一块肉来。没有其他手段了，只能拿命来保护朋友了。操，这么恐怖！说好的邪不胜正呢？走大概是走不掉了，一起上吧。只能相信天降正义了。拖油瓶麻烦自觉一点，打团的时候别往前面跑。谁都保护不了，这世道哪有什么正邪对错，只有身份。这里仅我一人有星柱，那么我就是佛，我就是天道。去你妈的天道！还是输了，真是可笑啊！身份决定善恶，屠夫自称天道，这世道黑白颠倒的令人生恶。这里什么时候有了一口棺材？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……你早该走了，为什么要为我再上一次赌桌呢？现在你的筹码输完了，但我还有筹码。路亚，我赌你赢，押上一切赌你赢。是你？你怎么能出来？你离开公寓会死的！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这帮傻子前赴后继打这场不可能赢的仗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死就死吧，只要你能赢，路亚。红尘化尽不会此生献祭，以命为主换你是无语，梦中残念只留一声叹息，此生相逢便是种记忆。该死！这怎么可能？能破我的星柱，他用命给你换了另一个星柱。我不知道他给我换来了什么，我只知道他死了。这个陪了我10年的女孩，匆匆和我见了一面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施主，佛门圣地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王你妈！这可是佛门绝技，放下屠刀，能强制让敌方无法使用命虚星柱，他怎么可能还能动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不拦你。我用大能的人格保证，我就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去。你非要盯住这件事不放吗？一件已经过去10几年的事，一个已经死了10几年的人，为这种事你要拼上命？这件事，他妈的那是人命，一座城的人命。这世界有89万亿人，一座城算什么？哪个贵族不是把平民当狗用？哪个权臣手里没几千几万条人命？世界规则就是这样，身份就是天道，权贵就是天上人。众生还不如权贵家的一条狗，你不服吗？
你拿着你的刀去杀呀！你能杀几个？你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。天道见不到，那就先杀一个给这天道看看。我陆崖一个人，一把刀从天下杀到天上。我倒要看看天上是什么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我倒要看看是我的刀快还是他们的命硬。想死逆天数最后一波苍穹。林长城，你看，你赌赢了，你他妈吱一声啊！我们赌赢了！还有多久才能出口啊？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咱再坚持一下，应该快到了。终于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真的是这里吗？我咋觉得不像啊？要不我再找找。身后所有一切都塌了，找什么？找死！这什么鬼？我怎么感觉像坐上了过山车，而且还是没有安全措施的过山车？你先别吵，我要死了！我还没谈过恋爱啊！小心身后，都他妈啥时候了，还想着谈恋爱？长得丑还恋爱脑，活该你死啊！什么情况？你咋没事？不知道啊，老天爷想放我回去谈个恋爱。我昨天在抖音刷到个叫月意的女主播，腿可真长。这碎片能治疗人啊？治疗？这特妈明显是机缘啊！吸的越多，肯定最后的身份越高。那他们3个人吸不到怎么办？我操！我才吸这么一点，陆崖已经是至少吸了几10栋楼了吧？证据要不要这么明显啊？别逼逼叨叨了，我们也抓紧时间快吸吧。残魂将散，不忍看你转身，天命难违，此别再无余生。再见。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再赌一次？什么筹码都可以。眸中残念，只留一声叹息。此生相逢，便是种记忆。红尘化作轮回，出口！是出口！我好像看见广场了，我们回家了。这废墟怎么飞起来了？天门又开了，终于出来活人了！那是我家孩子！全世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玄石城第9考场第1个走出来的考生，他叫张子晨，来自这座城市的第46区。子夜无双路，沉重齐天图。果然是个好名字，想必是这样的名字庇佑他通过了这场难度未知的命途试炼啊！我的名字原来是源自这句话吗？我咋记得是因为老妈填男友叫子晨，所以才取这个名字的。我妈说这样打儿子的时候能有痛点前男友的感觉。不对，前2轮被淘汰的考生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些人这么激动？考生死亡名单里没有陆崖，他真的活下来了。算了，先不管，记者们都在，我该履行市长责任了。张子晨，洛天劫接天命！试炼成绩已经定格，我要做的就是走下天阶，让试炼分数里携带的潜能与天阶共振。当走到天阶底部，共振完成，
这分数才会彻底转化为身份，一生不可更改。可我整场考试都在混，真的能拿到好身份吗？我总分是140分，应该能拿到个平民。平民就平民吧，能活着出来已经很幸运了。白芒耀身，兵卒职级，恭喜张子晨获得卒级身份。竟然是卒！爸妈，我成了！咱家的债终于有钱还了！力染长空，励志九州，恭喜张子晨获得立级身份。谢谢陆阳，谢谢陆阳！我没听错吧？他在说什么？陆阳，他为什么要谢陆阳？陆阳在里面做了什么？陆阳是那个50区的陆阳吗？听说他犯了事，一些大人物还放话出来说要他的命呢。考试前我家孩子还特意去研究过他，可现在我孩子死了，肯定是他干的。你失心疯了吧？甩锅也不是这么甩的。陆牙不过是个50区下等人，他拿什么去杀你家孩子？恭喜张同学获得立级身份，请问张同学，这个考场到底是什么难度等级？不知道啊，那能不能向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这场考试的难点？不知道啊。张同学，刚才你感谢的人也是考生吗？他为你做了什么让你如此感激？我所有分数都是靠路牙才捡来的，最后也是因为路牙才找到出口。可以说路牙是救了我们所有人，所以当然要谢他呀。谢谢路牙，我谢谢路牙，我差点死在考场里啊！蔚蓝无尽，师徒无尽，恭喜同学获得师级身份。路牙没骗我们，多亏他，不然我肯定要死。对啊，要是没有他，我们都出不来。路牙，我的超人！蓝的，绿的，整整成百上千个考生，绝不立即打底，这对吗？他们都在感谢路牙，有没有人告诉我，路牙究竟是谁啊？是玄石城的天骄吗？是路牙，我大爹路牙出来了。凡俗之间要钻进荒谬，命途多舛偏要逆着走，以我的命撞碎这天穹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路牙居然真的出来了，从这人间炼狱里爬出来了。看其他考生态度就知道了，他一定在里面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。如果他的分数高的话，那我就麻烦了。事儿太大，别看我也兜不住，你还是自己自求多福吧。好多人啊，怎么都在看我们？大概在看玉京子吧。别废话，你们的总分多少？349，不应该啊！我拿了100分就被困在公寓里了，也没有上交过半个异常，总分怎么这么高呢？我也是拿了120分就被困了。考场给我的身份是电工，让我保护好公寓的照明系统。结果不知道哪个傻叉火烧变电器，整个公寓都跳闸了。但最后成绩是361，多出来那200多分是哪儿来的？也许卢凌风就是考试关键，对他造成的任何伤害都会掉落大量分数吧。你们下天阶吧，我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儿。他好像要哭了，可能是有朋友死在里面了吧？50区能有几个人掉到第9区啊？还刚好是他的朋友。陆哥这个人多硬啊，刀砍进肋骨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现在这表情，可能是女朋友死在考场里了吧？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你俩先下去。谋杀！一定是谋杀！这2个好像就是帮路牙拦截我们的人。是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你来的时候，他们2个已经被我们打趴下了。不过他们敢4个人拦咱们上千考生，实力肯定出众。
不知道最后能是什么身份。蔚蓝无尽，师徒无尽，在第73部，他们同时成为了师，同时人生一片坦途。我操，不及格都能当师！我看到我爸妈了。誓言滔天，星官问世是官。恭喜玄石城时隔8年再次出现官级身份考生。官，路亚，你看，他们当官了。这2位星柱者，也算是林城城给世界留下的礼物吧。这就对了嘛，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往前走，走吧，去迎接我们的未来。这才像话吗？哭什么哭？哭丧啊！林城城，往下走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。不要 cosplay 傻子啊！你不是死不太吉利是吧？那要不换个说法，你不是嗝屁了？我确实被考场规则磨灭殆尽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然后呢？但是考场规则忽略了一个器官——眼睛。对了，考场规则认为眼睛是你的器官，但这是我的眼睛，我还有一缕执念附在眼睛里，虽然随时烟消云散，但至少还在。你看起来状态很好。因为你话痨啊。话痨和你活下来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说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再赌一次，什么筹码都可以。当时我的执念几乎也要消亡，但你这句话，又让我拥有了一次选择的权利。所以，我用你激荡命虚星柱的所有能量做赌注，入回了我的灵魂。你没发现，你都快走了一半了，连族都不是吗？乾坤和玉京子不愧是大能倾尽全力培养的天骄，才走了一半天阶就兑现了官级身份。拿了就拿了吧，你活着就行。路亚走到现在都没冒光，那最多他也就是个族或者力，我还有机会。人都是很现实的，只要路亚没有觉醒高身份，那其他考生肯定也不会公然为他翻案。毕竟我能成为市政厅秘书长，背后也有人。放心，以后姐带着你混，有什么委屈，姐都帮你碾平他。陆哥，我不管你是民还是族，你说干谁我就干谁。赴汤蹈火啊，陆哥！我没事，我们接着走。走慢点。怎么了？我快重铸成功了，赌注即将全额返还。不过我想拿走一半，我好像也能激荡出命虚星柱。拿吧，笑得真好看啊！他都愿意为我付出一切，别说拿走一半了，全给他又如何呢？况且老子可是史上唯一的满分啊！就算被拿走一半，也剩下375。洛龙他们分没我高，都能获得官级身份，我亦可以。还要多久？15分钟。我变成一只乌龟爬到底都用不着15分钟。以你的脑子拖不了15分钟，你可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家伙。还剩下35个天阶，拖15分钟吗？那只能这样了。你好啊，复换审判长。玄石城27审判庭700741号案件，因入室抢劫判处陆长林、余竹死刑立即执行。
副焕审判长记得您判过的这个案子吧？什么情况？让考生感激涕零的路牙，居然是一对死刑犯的儿子！有瓜啊，这是！快去买2包瓜子！哦，那是10年前的案子吧？原来这2位是你的父母，不好意思，这些年诊过的案子太多，实在不太记得了。忘了？那我帮副检察长回忆一下，死刑案件必须公开庭审，必须经家属确认。可当年这2件事，审判庭为什么都没做？而且从宣判到执行死刑只用了12个小时。父母死刑后的当天，我去市政厅上诉，还被以窝藏罪关进了治安所，用强光照了1晚上，导致双眼受伤失明。等我出来之后，还直接被丢到了最乱的武士区。当时我才8岁，差点就死在了街头。但好在我侥幸活了下来。可我回到家才发现，我父母财产竟全被充公，姐姐和那所谓的受害者一家也莫名其妙全部失踪。直到今天，我仍没找到他们中任何一人。副检察长，这一切有一条是符合常理的吗？当年玄石城27区当初治安并不好，因此案件证据充足且性质恶劣，是可以当场宣判并立刻执行。至于陆同学在治安所遭遇的不幸，我想应该是受害者亲属乔装成治安所的警员，对你蓄意报复。你姐姐的失踪也很有可能与此有关。这样，给我7天时间，我亲自接你到审判庭，共同检查当年的卷宗。副焕这是早有准备啊，为了我这个废材，特意准备这套说辞。这位审判长还真是小心谨慎，难怪能一路平步青云。也许围观的人们还是会怀疑，但是7天之后，谁还会记得？谁还会在乎一个普通人的冤屈呢？真是好算计！真以为吃定我了？我偏不如你们冤。7天太久，陆牙同学可能不清楚。找一份陈年资料可是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。审判庭地下4层116房间，第6个铁皮柜的第3层，那份案卷就在那儿。现在过去最多也就10分钟，但我给你15分钟，正好用这15分钟时间，您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这些人为什么进考场就追杀我？他们中很多都审判庭的子弟吧？你别说，有几个还真是审判庭的。如果真有人追杀陆牙，那肯定是有人受益的。傅焕还装作不认识陆牙，他心里不会真有鬼吧？陆牙，你有怨气就冲着我来，别栽赃这些不幸遇难的孩子。你不会是把审判庭的仇恨施加在这些孩子身上了，在考场中害了他们吧？刚才你说的我可以当没听见，但是再栽赃这些孩子，我就要下令拘捕你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有种你就拘了我。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，给台阶不下，那这是在给我递刀子啊！你们玄石城抓人都这么随意吗？小玉，不要多管闲事。玄石城并不简单，交朋友就是一场豪赌。我做的决定，我自己承担。我也一样。那位叫傅焕的到底是审判长还是市政厅的高官？你这当市长的不准备说句话吗？副审判长，陆牙的表现是否达到拘捕的标准，得按程序来。抱歉，市长，刚才我有些着急了。事关你的清白，着急可以理解，但是作为审判长，一定要稳重。真无耻，一句话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而且还只字不提陆牙被追杀的事。陆牙是否拘捕，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。那些士兵是边境驻军鬼虎团的精锐。老程这么有能量的吗？竟然能请动他们出面。小子别怕，
老实豁出面子，这玄石城里没人能动你。陆牙已经通过申请，成为鬼虎团新兵战士。他现在不是学生，不是市民，他是边军的一员。根据人王律令，玄石城无权对他进行拘捕。假的吧？陆牙人还在这里，连最终身份都不知道，根本就不具备入伍条件啊！你不能小看任何一个老兵和老教师，哪怕他们平时再老实，但把他们逼急了，天知道一个电话能叫来什么样的人物。该死，就是这个老东西，每次都是关键时刻坏我事。要不是他，陆牙这个隐患早被我解决了。副审判长，现在我能不能要求你把案卷交出来？红光横穷，疆域八荒，这怎么可能？2位考生同时激活降级身份，要知道全人类一共也就347位将啊！边军出头，双将护航，就为了给陆牙讨个公道。副审判长这下惨喽！拿案卷，拿案卷，拿案卷，拿案卷！谢谢各位仗义食言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不过，还是由我自己来做个了结吧。离结束只剩下8个天阶，你现在不过是个卒，又能做什么了结呢？案卷交不交？现在交不了，最少也要用3天时间。前面走了90多阶都没半点反应，最后2步路连升2级，怎么做到的？鬼知道，就算成为利又如何？没看到韩市长好像想力保复患吗？肯定要保啊！现在可是全人类直播，要是这时爆出错案冤案，他官图也到此为止了。等等，你们看中间那块屏幕，那不是50区的考场，那边的考生在干什么？全世界都看着，连一份案卷都不肯拿出来，狗都知道肯定有问题。陆牙加油，别怂，我们50区全都挺你。签完字都上车，去审判庭。他们不敢给，那我们就直接抢出来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在和你讲法律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能不能现在把案卷拿来？能不能现在把案卷拿来？我说了，3天，72小时内我把案卷移交给边军。傅焕，当年法律保护不了我父母，今天法律也保护不了你。是。陆牙同学，请先走完天阶，我这就让人把案卷拿来，我亲自检查。现在知道下令了，我还以为你老到记不起自己是市长了。陆牙同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正义不会迟到，他没有来临，是因为那个掌控正义的人杀死了他。你是怀疑我有罪吗？你可能真的老了，听不清了。这样淡漠失去的香墨，握紧这不住。那我再走近一些，说明白一些。思念却不藏着微凉的血，命运考卷已名为我书写。天门洞开，打碎规则枷锁。我陆牙不用任何人给我公道，我知道当年的事背后还藏着人，就是你，市长韩露。4步踏星柱，一演化大能，而第5步，陆牙同学竟也成将了。我作证，考试时有人跟我说，杀了陆牙就可以换市政厅的一个职位。对，我也听说了。但我爹说要与人为善，所以我没去为难陆牙。现在，韩市长，我的身份能不能问你罪？陆牙说的是真的，在他跟你讲法律的时候，你应该庆幸，应该珍惜。如果你听不懂法律，他就会往下再走一步。副检察长直接坐在了地上，他站不起来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。而陆牙，他
他踏出了第6步。我问你，能不能？天怎么黑了？等等，天上怎么有个洞？天漏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出现太多高级身份，玄石城的天幕承受不住了！承受个屁！这景象是天穹剧烈，这代表着……急告九江，除战场之上全域所有大能，暂停护法，停止闭关。立刻向东南边疆玄石城集结，通告全境边疆进入紧急战争状态，力报天眼王都，人族在天神诀。凡族之间要专精荒谬，命途多舛偏要逆着走，以我的命壮随着天穹。这么烦了！战尽天下不公，止血为家，踏遍宫崎。你把全部分数都还给我了。姐姐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客气过？那怎么？等等。你怎么也穿上甲了？你也成绝了？可是一个人的分数，怎么可能供出2个绝？啊，忘了和你说，因为你最后那次对赌是在传送晃道中说的，所以那个地方是现实与虚妄的交界地，与眼睛能力同根同源，所以对赌的收益会成倍增加。成倍增加，也就是说咱俩其实是2个750分。对了，曾饮寒酒，经过岁月刻薄，也曾孤勇对抗漫天星河。若正义去到边境受解锁，天劫踏过幻浪，浪见坤色。清风为老许写传奇不说，写传写战，从来无需饶舌。有意来犯我自横急告九江，通告全境，力报王都。天道起笔，苍中长鸣，这是王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王级身份世间只有9尊，且具备唯一性。可现在9尊王座不是已经全被各族占领了吗？对啊，救王未陨之前，命途试炼是不可能诞生王级身份的。难道说……快回边境，让所有休假人员立刻集结！那新兵要的暗尊怎么办？还要个屁暗尊！他现在就算把玄石城拍飞，全人类都得鼓掌夸他力气大。想获得王级身份，还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弑王夺位。这边动静太大了，各族强者一定会齐聚边境的。新王诞生太突然了，而且还是诞生在边疆小城。现在异族与他之间的距离，比人族都城离这儿的距离还近。光靠目前赶来的大能力者，根本就挡不住。我们必须立刻回去顶住防线。快呀，晚了就出大事了！天道起笔，汤中长鸣，兴亡破晓。从今日起，世间9尊王座，我人族独占2尊。玄石城市政厅不可靠，请各位前辈接手玄石城防务。现场所有城防军听令，全员戒备，让所有人后退10米。现场星辰不够，来人开仓，把玄石城所有备用星辰都拿出来。传令附近城市的所有备用驻军立刻集结驰援玄石城，不得有误，违者斩。陆崖，玄石城不宜久留，你快去星辰台，激荡出星柱后，立刻前往天眼王都。这有什么情况？这有什么情况？
750分是命途的极限，但不是我们的极限。凡俗之间要钻进荒谬，命途多舛偏要所以，忠我者赏，逆我者亡。清风出战，战尽天下不公。赤血为家，踏遍公卿如同。光阴在我中，王劫为成功。龙烈琼甲，咏叹风诀，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已经下天阶了吗？怎么身份等级还在提升？分数有点超标了，送你们一场飞升。啥意思？是路牙试炼分数太高了，甚至超过了王级的标准，所以就用多出的分数把同场考生身份都加了一阶吗？又升了，陆哥牛，俺们成将了！感谢路牙，陆哥牛逼！感谢陆哥。其他考场的考生要哭晕了。本身考场难度就高，路牙再加一阶，只要能活着出来，傻子都能获得师，而且还是路牙把他们带出考场的。那这群人以后可都是路牙的死士了。那是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是路牙给的。敢不听话，世人的口水都能淹死他。不听话，你还考虑听不听话？今天离开这个考场，往后再见他一面都算是荣幸。九王皆有主，那这个王到底是哪儿来的？难说。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也仅仅只有1%。万一这世界不止9位王呢？我倒是有一种大胆的猜想，会不会是有一位王已经秘密陨落了？毕竟除了王009之外，其他王的寿元也并非是无尽的。那为啥一点消息都没听说过？废话，王是最大的震慑力量，谁家王死了满世界吊丧，只要别人不知道，那么王就还在。怎么回事？王需要的能量太多，明明底下星辰结晶还有啊，怎么就抽不能量了？是废晶。什么是废晶？就是滥竽充数的垃圾结晶。这种结晶不仅能量含量少，而且杂质还多。这些星辰是哪儿来的？是能源存储中心。一座城市的星辰仓库，居然70%全是废晶。市长呢？瞒不住了，一切都瞒不住了。用废晶替代完整的结晶，从而获取大额利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现在自首，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吗？你现在上吊都算是宽大处理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有星辰就无法激荡出命途星柱，我们该去哪里搞足够的星辰啊？身份激活后，倘若没能及时完成激荡，天赋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的。这倒不是最麻烦的事情。各族都要来抢你的王座了，你可真是个香饽饽。是哪个种族？附近的种族大概都来了，反正最先到的肯定是虚灵。他们早年间被誉为9夷第一族，因为他们的王拥有编号001的星柱。这几年，他们到处攻城略地，恐怕是他们的王要突破境界了。其他种族也会跟在他们后面寻找机会。他们还是来了，下手真快啊！妈的，刚才星辰要是没出问题，我们早就把这孩子送去内陆了。现在说这个没用，等解决这里的危机，老子一定要把跟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都揪出来煲汤。我们的人呢？这里距离边关太近，离内陆太远，最近的决到这儿也还要几分钟，只能靠我们几个将顶住了。前线也要顶，考场也要顶，我们这100来号人拿头顶吗？我们这100来号人拿头顶吗？顶不住也得顶。好了，连壮行酒都来不及喝了。那就回来让新王请我们喝酒。丫头，老师也要去前线了。老师，活着回来，你们活着更重要。别怕，我们一定能撑到你激荡出星柱。超凡竟留在此地助人王欲穷镇，
星象界诸位随我驰援边疆，玄石城所有成年公民就地转为战斗人员，生死无非黄土，人族永镇八荒！开战！生死无非黄土，人族永镇八荒！开战！上等星辰，老师这是把作战用的补给包留下了。就算是上等星辰，数量也远远不够，没人会随身携带那么多星辰。凡族之间要斩尽荒谬，命途多舛，偏要逆着走。他们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，不能辜负掉这颗心。都别愣着了，过来搭把手，我们继续。让天上的大能下来陪我走一趟。好，我让他们把你送到后方。我不去后方。那你要去哪儿？去前线。找死啊！多少种族要杀你啊！你看那边。亡灵一，众王之王，这不是虚灵族的王位吗？也就是说，虚灵族的王死了，但其他各族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去边关。你出现在边关，他们会疯狂扑上来杀你的。他们当然会扑上来，但我问你，如果全世界都知道虚灵族没有王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程程，赌一把吗？就赌我能挡住各族。疯子！但我就喜欢你这不作不死的样子。身败名扬，受毒你挡住千军万马，成功则寿命全部返还，并开启人皇归途。人皇归途？什么是人皇归途？人族最高领袖不是人王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血字不是我写的。我把300年寿命灌入眼睛之后，字就自动出现了。眼睛里还有东西，来不及管那么多了，你慢慢研究。我要去边关了，那就去吧。我来护你不死，你来护住苍生。你还能保我不死？何止不死，我还能保你王位无人能夺。别忘了，我也是王。人族王者本已衰老，如今新王降世，还刚好就在边上，真是天佑我虚灵族啊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后方至少还来了5个种族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数量还在增多呢。怕什么？我们王可是001，而且我们这次可是来了3位爵。妈的，3个爵打我1个将，脸都不要了。将军，你先别说话了，支援还有多久才到？再不来，千元大将就要阵亡了。还有2分钟，2分钟！他妈的，他们背着龟壳吗？我们他妈最多撑1分钟。小心左边！防线被突破了，我们完了！停止治疗，用剩下能量和他们爆了！别慌，继续治疗。尘世归零，众王已灭，余生燃尽，古神叹息。我们眼花吧，一个身上连一点能量都没的平民，竟然直接把那片精锐虚灵族全秒了！放尊重点，什么平民？这是我们人族的新王，新王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应该在大能的保护下往内陆撤退吗？荒谬！数十万将士拼尽全力为他拖延时间，他跑到战场来干什么？要是出了意外，那战士们不都白死了吗？我记错了，先知不是说下一个降临的王座是009吗？没错，可为什么009没有出现，反而是我们的001现身？不管了，正好把我们叹息抢回来。说好了，谁抢到谁就是新王。好，各凭本事。不对，有问题。人族是不怕新王死吗？为什么会让他出现在第一线？除非他们有绝对的把握保护新王。难道人族的决都到了？
还是说那位老人王来？怎么说？上还是撤？要不算了吧。王毕竟是王，再老也是王。若真的不计后果全速赶来，我们3尊壮年神君应该也不是对手。可是，我人族新王，编号001叹息，各位是来祝贺，还是来杀我的？如果想杀我，那最好快一些，免得被这些虚灵抢先。怎么，都怂了吗？来啊，过来啊！踏过这群虚灵，与我人族一战呐！太嚣张了！老子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狂的人。不是，一个刚觉醒的王在这装什么？兄弟们干他！没有人关注他的第一句话吗？那可是虚灵族的王001，可现在到了人族手里，那岂不是说……你确定那是001？不会错。30年前，我见过虚灵族与羽族的双王死战，这就是001的模样。那一战之后，虚灵王出现过吗？好像没。哼，有趣，实在太有趣了。兄弟们，咱的机会好像来了。支援至少还有1分半才到，而我加上其他大能，最多也就只能拖1分钟。新王胆子实在太大了，要是被异族看出我们的外强中干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辛苦了。不是大哥，你以为现在是长官前线慰问呢？这是打仗，打仗懂不懂啊？他们怎么不攻了？人王道。空城计还不懂吗？什么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路牙并不认识其他种族任何一位统帅，他怎么敢用空城计？而且还能这么淡定？咦，虚灵族的后勤队好像被袭击了，而且他们的后路好像还被全部堵死了，这是啥情况？不好，虚灵族被逼到背水一战的境地，要和我们拼命了！重整阵型，全线反击！就算人王亲至，也保不住你！我说的！全军听令，前进者刺关审击，后退者诛灭九族。全军突锋，破关弑君！超凡以下弃城后退，超凡以上随我御敌！人族气运，今日断！顶住！顶住！人王尚在，众臣退朝。这就是当代人王的力量吗？被称为量子王座的王008坍缩，轻描淡写间便可坍缩天地，当真是恐怖如斯。霸道吧，年轻时候更霸道。坏了！估计人王到了，人族的将和爵也全来了。不是说人王已经很老了吗？为什么还这么能打？都别轻举妄动，看我族大能们怎么说。人王，我们只是来绞杀虚灵，无意与人族交恶。超凡以上追击，超凡之下打扫战场，物资能搜国多少就拿多少。虚灵一族一个不留，其他种族呢？若有误伤人族，也一样一个不留。你是不是该接受一下采访？表演很不错，空城计唱得很好，至少争取了3分钟的时间。借刀杀人也用得不错，围攻人族变成了围攻虚灵，但激荡了命虚星祝咒走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来？你看这战场上有多少人要你的命？我看见了，但我也看见了那里，边军6000万人，清远县5000万人，玄石城1.6亿人，他们也很重要。要是大能们护送我离开，
所有种族就只会做一件事：追捕，直到人族主力到来，不得不死心为止。史书上或许会这样描述：我族兵将英勇，竭尽全力应战，一路设防，且战且退，直到战至最后一人，新王归为王都，此亦大胜。可谁会关注这个边关？这几座城市变得怎么样呢？这世界89万亿人，每天都有10几亿人出生，少了3、5亿人，谁会在乎？但我在乎。爸妈死了，姐姐失踪了。这世界也许真的很大，但属于我的世界只有一家4口，他们没了，我的世界就全没了。3条人命崩碎了一个世界，3亿条人命。我陆牙背不动那么重的债，所以我在乎他们每一个人，我都在乎。赌约成功生效，300年寿命已返还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皇死社稷。人皇当立于乱斗之前，无惧天地。你获得成就人皇资格。48小时后，人皇归路射炼将开启，承则成就人皇，9夷大荒鲁序。败则大荒全尽，进入归零试炼。坏，我不会是闯祸了吧？这人皇归路究竟是什么？失败后果这么严重，竟然整片大陆都要进归零试炼。你说永续的意思是不是9夷大荒的命运原本是要断绝的？别有这么大压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归零而已，我们又不是没赌赢过。是啊，又不是没赢过，那就再赌一把，反正已经赌了10年了。你在乎？你拿自己和王位做赌注，赌我们会及时赶到，赌各族会围剿虚灵，赌我这个老头还能千军辟役，赌我有点良心，不会对你王位起贪心。赌注太大了，输不起的。这赌注还大，你是没见过我刚打的赌，把9夷大荒所有种族都拖下水了。我们这种穷人很擅长开导自己的，就当一无所有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其实你也可以学学这种心态，别老是患得患失的。但倘若赌赢了，未来几年各族精力都会转到瓜分虚灵族之上，你还能好好养生多活几年呢。朝阳东起，2代人王像是忘年之交一般站在血色边关之上，身前雄关万里，身后各族混战，世界名画啊！这是，哈哈，今天的头条稳了。这剧本不对呀，不应该是我一剑坍缩天地，然后新王被震撼，我再顺理成章将其带到天眼王都亲自培养，成就一段佳话嘛。前半段没问题，可后半段，这小子有点意思啊，和我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。也对，我这把年纪还是多活几年对人类比较重要。其他人守城歼敌，路亚，我们去兵营里看看伤兵。老人王性格一直很强势，从来没人能说服他，但今天他居然顺着路亚说话了，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呢？很值得深思啊。老人王支开所有人，到底要和路亚说什么呢？你父母的案子我就不帮你了，你放手去办就好。谢谢。你没有官职，如果有人质疑，就去找钱元。玄石城是他的管辖范围，乾坤是他独生子。怪不得乾坤说他能帮忙。今天不管我是民是王，乾坤恐怕自己就能把市政厅给掀了。刚才你说的没错，这老头不错，知错就改，没有那种爹味的倔强，还挺慈祥的。但我也没错，你不能以身犯险，哪怕付出10亿、31条人命，也不能让你以身犯险。我收回刚才的评价，这老头其实还是有点小倔强的。我只剩5年了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。你把我一个人拉到这里，不让人听见，总不见得是想问我爱吃什么。我有心理准备，哪怕你其实是个老太太，我都能坚定不移往下走。你没有身份之前，
跟上级说话也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那不是，没身份之前，我天天团算着怎么弄死审判长和市长。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我是想让他明白时间紧迫，必须尽快提升自己，这都不懂吗？权势之巅的暗流涌动可是非常凶险的啊！他应该是明白的，只是无所谓。这小子和我曾经一样，与人为善，生性纯良，谁惹他，他就会弄死谁，倒也不用我太过操心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能得到我这样一个可以肆无忌惮、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也算一种幸运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连命都不要，我要脸干什么？我也不需要你的王位，太低了，你给我，我也看不上。你要是有空教点武技和修行方法，我就踏踏实实学；要是没空，我就自己去找老师，去找那些富商世家，让他们赞助点星辰。赞助？怕不是税费吧？20块交18，过年再交1块8。我对你无所求，无求就能敞开心扉说真话。这些年你身边有人可以说点真话吗？没有吧？以后想说就跟我说吧，我嘴最严了。我班主任藏私房钱的事情，我跟谁都没说过。行了行了，你处理完事儿就来王都找我，我亲自教你。还有，你这命虚星宿，没有必要，千万别轻易动用。叹息也被称为神域王座，是燃烧寿命招来古神必有的究极星柱。像你刚才出手，至少就烧掉了2个月的寿命。装了个大逼，不亏。一生血路，1000万场战斗，你的寿命能燃烧多少次？别到时候走我前面了。刚才我烧了2个月的寿命，你吸回了点儿，不算太亏。009吸回多少？2年。啊！消耗2个月，返还2年，勉强算是赚我。009的具体属性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以为你上课学过呢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冲到城墙上来？不知道啊！你说保证我不死，我就往前线冲了。王009，谋逆，孤生于天地间，岂可苟活于世？且以命为重，向死而生，热血拼尽，清风屠神。杀死目标后夺取寿元，死亡后消耗100年寿元，于随机地点复生。怪不得你说能保我不死。不对，你的命虚星柱能对我生效。我又不算人，在世界规则的判定中，我们属于一具身体，2个思想，所以2个王的能力咱都可以有。有意思，但这个009真的属于王吗？只能惜命和重生。攻击力还不如一个族。你的星柱好菜啊！我说到一半就被你拍大腿打断了。谋逆可以逆转星河，蔑视规则。好家伙，介绍世数这么多。有空慢慢看吧，老人王叫你过去。人王万岁！新王万岁！人王万岁！新王万岁！听人王下令，彻查当年案件，还新王全家沉冤昭雪。听人王下令，彻查当年案件，还新王全家沉冤昭雪。该清算了。刚才路亚对您私下里说的话，已经按您意思散布出去了。你觉得这位新王怎么样？少年热血，活得痛快。不过说好听点有些自来熟，说难听点对父亲好像不太礼貌。那孩子是故意的。他不想要权，所有人恰恰就都要去巴结他了。那群人有的是钱，只要不跟他们争权，他们什么都肯给。他获得了天下民心，从今往后没人敢威胁他，还得争着给他送钱。这一仗他是庄家通吃。他这么厉害？他父母的那个案子，你去盯着点儿。不是已经快水落石出了吗？傅焕和韩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。
没那么简单，背后牵扯太广太深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也看不分明。这小子又不是安分的主，喜欢闯祸。好，我这就去帮他。不用帮，保护他就好了。他比你聪明，搞不好也比我聪明。师长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放弃吧，路牙都称王了，我们肯定是没活路了。不过什么？他在城墙上立下了好人设，应该会秉持祸不及家人的理念，这对我俩来说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。确实，咱留下的东西够家族休养生息了，现在大不了就赔他2条命罢了，往事也该到此为止。不是，这份审判书不是这样的。当时我儿父臣才刚进审判厅，根本不是他签的字，我儿子韩东方也没参与。当时他只是市政厅的普通职员啊，根本没有权利签文件，他们是被冤枉的。冤不冤，抓来审审不就知道了？他们应该也快到了。和他们没关系啊，陆阳，肯定是有人偷换了案卷，想借你的手杀人灭口。对啊，真的和这2个孩子没关系，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。案卷是我让林程程换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搞乱他俩心态，看看背后究竟还有没有藏着人。哼，没想到还真有啊！栽赃陷害、杀人灭口，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上面还有人参与？没有。龚司长，审案您不擅长，您歇会儿，让玄石城的警员来吧，他们技巧比较高超，工具都给你们找来了。来，当年怎么审我的，就怎么审他们。今天全世界都看着，新王要替那些被你们害过的人做主，所以今天这间审讯室里，陆牙说了算。陆牙，你不能对孩子这样。对，陆阳，你想想，你在边关那么伟大，不能用刑讯逼供败坏自己名声啊！我错了，当年我是被逼的，我家里有6个孩子要养，我也没办法。只有6个孩子要养，不是还有4个老婆、2个主播、3个 KTV 小妹吗？你特他妈跟我装什么好爸爸？当年是我们所长让我们逼你认罪的，如果不认罪就弄残，丢出城外喂野狗。他让你这样审过几个人？3个，3个是吧？你们所长就在隔壁审讯室，我这就去问。要是数量不对，就地体决，家产全部充公。每个月3个，是每个月3个。别问了，我全都说。把直播关了，让其他无关人员离开治安所。如果你不想害死他们的话，对，否则相信我，就算你是王，后果你也承受不起。其他人不用你操心，直播我关了。说吧。骗你的，还有一个暗处的摄像头正在直播。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事。那个案卷确实被人调包了，这应该是上面对我们的警告，警告我们别乱说话。直接说重点，告诉他真正原因吧。你是不是怀疑你父母是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或是某个权贵弟子伤了人，我们审判庭帮忙找了个替死鬼？我告诉你，都不是。他们犯罪被抓死刑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你们全家只有4个人。而当时快年底了，我还差5个案子，4个人，我把大人一抓，就剩2个孩子，没人替你们说话，你们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，2条人命，就为了给你凑个案子，完成业绩，不够。像你们这样的家庭，我凑了4个，一共10个人。为了凑个案子，10个无辜者说死就死。你还是人吗？你这么干，审判庭没人怀疑你，你不怕上面查，不怕举报吗？谁敢查我？谁敢举报我？这些事就是上面让我干的。没有业绩就没法升官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上面有人急着让我们往上爬，
我们只需要完成指标就能调动。至于举报什么的，只要没惹到太麻烦的人，他们都能搞定。所以审判庭有一份名单，就是你这种小家庭，明白了吧？你们不过是一份随时可取用的业绩罢了。谁？他们很神秘，和我们是单线联系，现在这联系肯定断了，你们找不到的。与其找他们，不如关心一下自己。你是王没错，但王的身份是可以夺取的，更何况你才刚获得身份，连一品都不到。确实，真逼急了，你必将被全族起而攻之。我俩认罪，但这件事儿，我劝你还是到此为止，对你我都好。继续说。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人类共89万亿人，到处都是世家大族，像我这种替他们办脏活的，每个家族都有几百几千个，连老人王都没法管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？或许几百年后，你到达狱主级，才有能力管这件事，但那时候我们这批人都死光了。现在你不敢管，不能管。甚至你连对外提一句都不敢。什么时候到达狱主级，我不确定。但至于敢不敢对外提，你们都听见了。他说我不敢查，不敢管，但我偏要查，偏要管。我会提着刀，踏遍每一片疆域，每一座城。就算天阶踏进宫青谷，也要还89万亿人一个朗朗乾坤。程程，开赌。赌约：天阶踏进宫青谷，以500年寿元为赌注，每处贪官污吏1年，按对方身份级别返还，返还形式为生命。赌约已生效。这是我们能听的吗？谁把这个直播在我手机里的？路牙牛逼，干死这群畜生！事情大条了，路牙确实获得了明星，但规则的受益者会放过他吗？路牙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他现在的高调啊！恭喜，陈元得选。路牙没有主动停止直播，就代表着事态依旧在他掌控范围之内，还是选择相信他吧。路亚。连1品都不到，你就敢向他们宣战？要不先别去天焰王都了，去南疆先发育几年吧。干嘛不去？我还没去过大城市呢。你傻？你把这些引擎都直播出来了，想杀你的人能从这里排队到东域。那你觉得想让他们死的人有多少？直播信号中断过吗？网速卡顿过2、3次，但很快恢复了，可能是信号。等等。你是说，有人发起了网络攻击，但也有人维护了直播网络。从后台数据来看，玄石城的信号至少受到17次攻击。指挥使，你好像很笃定，一定会有人攻击，也一定会有人帮忙修复。所以你的目的不只是宣战，而是开团。什么开团？开团不是打游戏吗？所谓开团，就是只要你有能力把事情闹大，就会有大人物想干掉你。但这个世界也会给他自动匹配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啊？啥意思？你等会儿就能看见了。不用等会儿了。有人闯入，营救关押人员。真蠢！你是整个案件的始作俑者，你要是跑了，路亚能放过你的家人？别慌，警员押送这些嫌疑人上车。你实力还挺强，哪怕被限制了修为，居然还能吃我一脚没死。路亚，老子苦修几10年，冲到5品。就算你是王又怎么样？你的身体里一点能量都没有！老子今天要弑君，判官追！弑君？程程，刷一下信用。1个月寿命，概不赊欠，谢谢。怎么可能？玄石城27区审判庭厅长傅焕，
滥用职权，残害平民，鱼肉百姓，今日斩了！借能量消耗1个月寿命，碳息燃烧1月寿命，杀5品返还1年寿命。一个5品才升0.1级，是不是少了点？我的认罪书还没写完。韩露还不能杀，他不死，上面人人自危，总会露出马脚。第27审判庭执行组长黄岩助纣为虐，残杀平民，斩了。好像确实审判庭的，这路亚不会是记住了所有仇人的模样和信息了吧？应该有不少人趁烟雾混进来了，前缘他们不一定能发现。我劝你还是留在这儿等援兵，暂避锋芒。我避他锋芒。第50区治安所陈科助纣为虐，斩了。斩！这些人你可以对付，但治安所外应该有真正的强者伏击，别太冲动。你死了，我家人也活不了。去天眼王都再公开审判吧。等我去到王都，他们早逃了。我不留在这儿，他们怎么会动手？至于那些强者，不用担心。上车，人王让我送你去天眼王都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啊。那你怎么确定我不是来杀你的？现场至少有2拨人，但这2拨人全都没攻击你，说明他们不想得罪你，所以你肯定是人王派来的。年轻人太聪明，锋芒毕露容易引起警觉。如果一个王把自己扮成普通人甚至傻子，大家才会更警觉。大哥，你说对吧？我天，说的对，这小子浑身上下都是心眼。认识一下，我叫万里瑶，人王独子，天眼王都警备大队队长，官级身份，超凡6阶实力。陆崖，王级身份，没背景没实力，幸会。这些攻击我的、保护我的人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真的不认识？他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是谁派来的。那他们是谁派来的？不知道。王都的情报系统那么差劲吗？疆域太广，人太多了，有些人明面上是对方的人，实际上是卧底，还有一些甚至是3重、4重卧底。总之，主打的就是个盘根错节，错综复杂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王不好做啊。王不好做，关我人皇什么事？还得麻烦你一件事。你说。里面所有尸体做好身份辨认，然后把他们全族送去司法厅，一个个的查，一群群的挖，查到哪为止？只有我还没死，无止无尽。这行，我会交代下去的。现在我们去机场。去机场干嘛？回天眼王都啊！神王给你安排了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老师和资源。去玄石矿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们会从这儿逃走？很难吗？稍微推测一下就知道了。还真被你说对了。情况如何？一共抓了1147人，全都没带证件，修为3品到4品左右，全都说自己是去采购玄石矿的。身份比对过吗？对比过了，每一个是矿工，全是当官的，光是局长级就有3个。这帮人带出去的钱真多呀！有个局长带的星辰，8个行李箱都没装下，太夸张了。陆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交出所有家产，饶我一命，我自首，我现在就自首。自首？这里没有警员听你们自首。跟刀说去吧。你不要过来！成功处刑贪官污吏，获得寿命返还3天，获得寿命返还365天。你小子真是出息了，连大能都不敢对你不尊重。当你成功时，身边全是好人；在你辉煌的那一刻，连命运
都会被按下头朝你微笑。果然，这话说的可太对了。哈哈哈，去吧，去王都吧，玄石城的一切我会处理好的。去王都改变这操蛋的世界，拜托了。青云大叔是顶级战将，他本该是一江的重要人物，如今却只在一境做指挥使。或许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扯淡，只是他无力改变。这是大荒1号人王的专属座驾，他老人家已经在里面等你了。我们走吧。顾都上，惹出那么大的祸，不打算向我解释什么吗？你让我先斩后奏，不就是想让我将这些事公之于众吗？别给我演戏！你小子就是想借我的事报你的仇。你的仇人只有傅焕和那几个吏，后面那些事其实和你没什么关系。我的冤屈是冤屈，其他人呢？他们的声音谁能听见？他们的血债谁来给他们血偿？真拿你小子没办法。百鬼夜行的时候，总有人要点一盏灯逆着往前走，人总不能给鬼让路。我拿新王冠点把火，你敢不敢把这把老骨头当燃料，在你进棺材前再点一次烈火燎原？你也不想想我还能活几年，还能这样折腾吗？老头子，赌一把，赌你能在青史之上万古流芳。我出精力，我出钱，我出命，赌自己万古流芳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赌不赢，我就接着赌下去啊！赌约：横推利弊，留名青史，以300年寿元为赌注，在5年内挖掘并处理民怨，每处理1起成功后返还寿命，完成500起解封人族天元境界基因锁。这不关我事，眼睛好像真有自己的想法。看来以后不能乱说赌这个字了，这眼睛是真敢给自己下注啊！之前500，现在300，总共800多年阳寿快赌没了。不过通往天元境界有基因锁，怪不得无人能到达最终的天元境界。今天你们去诸神学院报道，7天内给我熟练运用你的命序星柱，否则就给我滚蛋。7天后呢？有个灾变之地，应该会浮出人世。你跟队去查看一下。什么灾变之地？那里有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有人在那里见过陆云熙。谁？你说谁？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天眼王都诸神学院新的征程开始了。恭喜你，有了一个机会，让迟到的正义赴约。当正义选择迟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是邪恶的帮凶，或者就是邪恶本身，不是吗？黑尘埋骨葬了年少天真，亮晶气血染透半生尘根。分苍眼对半你守在晨昏，一眼微蹙，此心早已沉沦。残魂将散，不忍看你转身，天命难违，此别再无余生。以我魂魄燃作清风一战，换你前路岁岁长安无难。你早该走了，为什么要为我再上一次赌注？现在你的筹码输完了，但我还有筹码。陆雅，我赌你赢，押上一切赌你赢。是你？你怎么能出来？你离开公寓会死的！红尘和君不会自身险境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只要你能赢，陆雅，我只要你赢。眸中残念，只留一声叹息。此生相逢，便是终极意义。旧梦成空，难留一抹温存。孤魂不解，不问前路寒温。此生归尘，还你坚定相困。若有来生，再与你人故人。残魂将散，不忍看你转身。天命难违，此别再无余生。以我魂魄燃作清风一战，换你前路岁岁长安。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再赌一次？什么筹码都可以。红裙花尽，不会此生仙子。这才像话吗？哭什么哭？哭丧啊！林程程，往下走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，不要 cosplay 傻子啊！